对了，希儿，你也到了快出嫁的年纪了，这么荒废着可不好。我有个表侄儿，怎么，你表侄也荒废着？那可不是个事儿。我们宁王府就你这么一个嫡，你的婚事儿那可是大事儿，你可有其他心仪的男子呀？拜拜。心仪的男子没有，心仪的女子倒是。我看二姑姑你就秀色可餐，淘气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这三皇子可是要选皇妃了。我也听说，圣上要给三皇子和太子一同掌路，京城的大家闺秀啊，可全……等等，太子还没死吗？我的小心肝，祸从口出啊！八头，清一色，爆了爆了，给钱给钱！臭丫头又赢，没办法，躺赢的命呗。哎，不玩了。哎，32姑姑，明儿再来啊！就属你机灵，伶牙俐齿。奶奶，哎呀，你看，宝贝赢了这么多钱，真好。在这原书里，今年太子就会因病逝世，男主在宁王的扶持下，在第2年就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而男主刚被立储不久，原身就服毒自尽，太孬了吧！虽然我跟男主没有定成亲，宁王也没有像原书一样扶持男主，但如果这主角光芒太过强大，事情发展还是会照着书中的情节走下去。如果我不会轻做点什么，万一再被直接赐婚，就……小姐难道还对三皇子余情未了？不行，趁着父王还没有辅佐萧旭还没有当上太子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要回京，我要回京，我要回京。小姐，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。哎，人在难过的时候呢，是不需要心理医生的，只需要算命先生啊。收拾行李，趁着夜色朦胧，我们回京。早知如此，不如等王爷派人来接了。淡定，你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？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，大点声。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。没错，不就是晕个车吗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好湿。大晚上的，应该看不见我吧？又来一个，主子。完了，该不会是要把我灭口吧？这个人很危险。走吧。天哪，出趟门也能遇上犯罪现场。看那个人的气度，必然不是什么寻常家事。我从未在乙州见过这等人物，想必是京城哪位侯府公卿家的。不过，有谁家的公子能这样悄无声息的杀人呢？不过好在对方似乎并没有想灭口的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到了京城会不会有什么后患。
算了，可能不止这一个后患，男女主不还等着我呢吗？主子，刚刚那女子是？那女子明明都看见了，若是寻常世家女，就算把她解决了，也不费吹灰之力，为何偏偏放过了她？你看到她身上的披风了吗？披风？是一身白貂披风吧？那女子身上的白貂披风，通体雪白，没有一丝杂色。蚁州虽然富裕，但是这种高品质的白貂披风，整个蚁州也找不出几件来。蚁州能随便穿着这披风的世家女，恐怕也只有那一位了吧？如果是她，动了的确会很麻烦。你们说了半天，到底是谁啊？宁王的嫡女，岳西郡主，李朝唯一的异姓亲王，宁王，掌握30万兵权，镇守北疆。他有一个嫡女，如珠如宝，不会就是刚才那个女子吧？哪怕有1/1000的可能，也不能动她。她不仅是宁王的嫡女，还是他唯一的子嗣。那就留着吧，让他去麻烦别人。听闻岳西郡主差点与萧雪成婚，却不知为何硬要退婚，躲到这蚁州来。那他这次回来，不会是成亲的吧？这京城的水，怕是要更浑了。那才更有意思。小姐，宁王府到了。虽然只是3年不见，但毕竟不是元神，只希望宁王别发现我不是原来的女儿。希儿，老臣宁浩接女儿回家。秦王召唤，陛下有令，杀无赦。希儿，你回来了。宁王，你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。从今天起，你也是我的父亲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父王，我过得很好。完了，叫错了。老头子，我过得很好。好，好孩子，回来了就好。咱回家。老头儿，你3年前还是身子挺拔，现在肚子都大了一圈，只剩油腻了。我油腻？我哪里油腻了？你我的幅度再大一点。这套雀油操，气得每天都得跳起来啊！贫道观殿下近日气运，看来这命定之人已经出现了。几年前大师说这所谓命定之人时，我还以为我不一定能活到这命定之人出现呢。本来殿下气运加深，不听贫道妄言也无妨。只是殿下命中有此一劫，
而这命定之人，除了与殿下多有纠缠，最重要的能帮助殿下化去这一死结。我从不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，他人也没有义务为我化解。我不信命运，我只信我自己。非也，不是义务，而是这人与殿下有缘。缘分这种东西，捉摸不定，我还不一定能活到与这人结缘呢。灵山寺的茶还是这么苦，叨扰大师了。因果寻非天理，相识是缘至。信女愿一生荤素搭配，只求荣华富贵。宁姐姐，好久不见，玉带拜见姐姐。不日便是我与旭哥哥的成亲典礼，这些宾客请柬，还请姐姐过目。无耻！你们早不相爱，偏等着我嫁给他，你们再相爱，你拿我当傻子吗？你怎么就不是傻子了呢？你想不想知道，你的夫君每晚都在同我说什么？他说你蛇蝎心肠，恶毒至极。他说你不知廉耻，拉着他不放。还有，不被爱的才是贱人。真的，刚到京城就碰到女主。林小姐客气了。众所周知，宁王府只有我一个郡主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林小姐还是唤我郡主便好。什么姐姐，茶里茶气的。是我的不是，还请郡主见谅。郡主这次回京，想必是久居了，王爷也一定替你选好了乘龙快婿。不知是哪家的公子能有这般福气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可不像林小姐，对别人家的郎君这么感兴趣。也不知林大人有没有为林小姐找到如意郎君啊？是我的不是，虽然我只是真心关心郡主的近况，但到底不该妄议郡主的亲事，知道就好。我们小姐只是关心你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责怪于他。你是郡主就了不起吗？这么咄咄逼人，听到没有？你今天必须跟我家小姐道歉。主子，这不是……上。哪来的贱婢，也敢对郡主无礼？不愧是宁王府的人，这出手快准狠。是我唐突了，红娘她何错之有？宁初曦一回京，就在灵山寺这种清静之地闹事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想来孙贵妃也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印象。宁王择婿，怕是也不会那么顺利。去吧，解决了。是。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敢对当朝郡主大呼小叫，这叫何错之有？没有把他扭送到府衙，已是郡主仁慈。要是这位小姐有意见，我看不如就送到府衙，交给京兆尹审一审的好。这贴身丫鬟要是被送到府衙，无论是何种原因，我这名声也会跟着受损。我可不能陪着宁初曦发疯啊！是红娘的不是，还望郡主念在她护主心切，饶了她这次。看来林府下人规矩不怎么样，倒是挺忠心的嘛。还望林小姐回府后好好调教下人，不然下一次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还不谢过郡主？谢郡主宽恕。小姐，这对主仆整天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
老是一副小姐欺负他们的模样。今日终于让我们给爽了一把，还是小姐厉害，也不算厉害了，不过就是这次真欺负他们一次罢了。下次咱们还这样干。这不就是回京路上遇见的黑衣男子？白日礼佛，夜半杀人，这公子还有2副面孔呢。这还是去年寺里后山采的旧茶，今年刚刚春至，新茶尚需些时日才能采摘，施主莫要嫌弃。施主这次前来，心中是否也有难解之谜？哇，大师果然是大师啊！那您觉得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万事随缘，施主平心而为即可。平心？这话等于没说啊！可是我这心里全是荣华富贵。小姐，这是这些时日以来收到的请柬和拜帖，都是听闻您回京之后送来的。你闻闻，都是八卦味。都不去啊？可是小姐，您这回京许久，一直不见人，现在外面传的可难听了。难听？说来听听。这现在外面都说，小姐这次回来啊，一直纠缠三殿下，卯了劲儿要嫁给三殿下。呸！咱们府里的绿茶还是不够味儿。外面还说了，说啊，这个宁王爷仗着劳苦功高，舔着个老脸，为女择婿，脸皮都不要了，女儿还是嫁不出去。哦，王爷还发话了。老头说啥了？你懒得在府里办什么接风宴也就罢了，但身为我宁王府的郡主，怎能缩在家里畏首畏尾的不出门，让人看清了去啊？对，不能让老头被人看清了。嚯，这请帖都用金粉写，豪气！就他，四公主的赏花宴。这四公主可是三皇子，就是你前任的亲妹，她的赏花宴能有什么好心啊？鸿门宴也是宴，既然要吃席，那就挑个牌面最大的。好香啊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月溪郡主吗？见到本公主还不行礼？我就不跟公主见外了，省得等会儿公主还得还礼呢。3年未见，郡主除了变得更牙尖嘴利以外，倒是喜欢穿这等老气横秋的衣服。怎么？是这乙州的山水不养人？怎么衬得郡主生生憔悴了许多？是吗？可我听闻先皇后就深爱粉金，出席国宴也经常穿着。圣上也曾夸先皇后着粉金气韵非凡，恰好我府上祖母也偏爱粉金，因此给我做了许多身衣裳，穿上祖母也开心啊。孝心可嘉，这才是嫡女风范呢。
哇，这粉金莫不是锦州特产星辰起？这居然还有这么识货的！哇，星辰起会让布料在摆动时在光下显出星光，因此得名星辰起。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呢。它除了织法独特，它所需要的蚕丝只有锦州独有的桑蚕才能吐出。它的产量还只有普通蚕的1/3，这都导致了星辰起价格昂贵，一寸难求。听闻锦州好像是有流传1寸星辰1寸金的说法。什么？1寸金？真的假的啊？月溪郡主居然用这星辰起做了件外衫，不知道是要用多少布料，花多少钱呢？是吗？哎呦，要是早知道星辰起这么金贵，我就不拿去做窗帘了。什么窗帘？天哪！都散了吧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。一会儿见喽。情趣了得。不愧是女主，果然够招蜂引蝶的。哎，你这七彩簪像是昔日之物吧？你怎么又知道？京中竟然有你这么识货的小姐。过奖了，郡主。我平时喜欢研究一些旁支偏文，接下来俗世千优，知己难学，回头我都送你一套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郡主？叫什么郡主啊？不许跟我见外，以后私下叫我姐姐可好啊？诸位谬赞，我这琴技只是寥寥，想当年宁王妃可是琴艺了得，一首名曲名动京城。是啊，想当年宁王妃惊鸿一曲流传至今，郡主是宁王妃的爱女，肯定得了宁王妃的真传。不知我等是否有幸听郡主弹奏一曲呢？这话就有些扯了。宁王妃在生下郡主后就一直卧病在床，郡主3岁之后就去世了，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教她弹琴啊？就是啊，公主相邀，却之不恭。但我琴技拙劣，远比不上林姑娘，未免污了众位的耳朵。能否请林姑娘和我合音？郡主谦虚了，为郡主合音是我的荣幸。宁初曦，这可是你自己找上来的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让你出丑。哼，林小姐先声夺人，看不出来好胜之心如此强。这是琴曲中技巧最难的曲子了，林小姐技艺不凡，看来月溪郡主只能沦为陪衬了。实在是看不出来，月溪郡主的琴艺竟然如此高超。这琴曲中包含的复杂感情，可不是一般的闺秀能弹出来的。郡主不愧是将门虎女，此曲道出了我边塞将士的英勇。我等将来定不负先辈之志，扬我大理之威。也不知道那活下来的将士最后回到他思念的家乡了吗？有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姑娘？
家中仆从多是从军中退役的将士及家眷。此曲是听闻他们在边塞的故事后有感而发，遂作此曲。至于琴技，如公主所言，得家母真传罢了。我看此曲不过是卖弄情怀，无病呻吟罢了。是哥哥别冲动，是我不慎冲撞了姐姐，他罚我也是该的。你别妄想我给他道歉。不道歉，那就打回来。这么丽俗的长相，是原书男主来给女主撑场子了，穿得跟个花孔雀似的。玉儿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为了这种班门弄斧、故作姿态的人受伤，不值得。岳西郡主不过一闺秀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何以谈边塞杀敌、将士思乡？真想兜了他。阁下是？三殿下在那说了半天，人家岳西郡主压根没认出你来啊！小姐，这是三殿下，您有时见过。哦，原来是三殿下，失礼了。多年不见，殿下依然风采依旧哈。你出戏！三殿下恕罪，是我学艺不精，又不曾远至边疆，只能通过家中中仆口中，一窥我朝将士风采，未能展示边疆将士的英勇善战，污了殿下的耳朵。那不知殿下可曾亲至边疆，一窥我朝将士的铮铮风骨呢？郡主，三殿下好像没上过战场。你们，宁初曦，你如果想以这种方式赢得我的关注，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你这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这位三殿下，您虽然身份尊贵，但只有两只眼睛一个嘴巴，我实在看不出。您哪里值得我产生非分之想？与其在这与我多说无益，不如快抱着你怀中的林姑娘去包扎伤口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影响不好。你最好是这么想的。玉儿，咱们走。四公主，你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散了散了！小姐刚刚好厉害啊，不愧是我家小姐。小意思，小姐真厉害，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不然还以为我们宁王府好欺负呢。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殿下，玉儿，是我不好，今日有事耽搁来晚了，让玉儿受委屈了。一见到殿下，玉儿什么委屈都没有了。以后不用怕，有我在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谁？兵分两路，王府集合。好的，小姐。走。
是哪儿啊？归元怎么这么绕啊？归元居然还有这么个地方！终于要杀人灭口了吗？难道是他让我恢复了意识？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滑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破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不论千古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。想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到不好！他们是
主子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？上一次，还是在上一次，又上一次。等他醒后，亲自送他回宁王府。是。这还是第一次毒发后有人近身却安然无恙的，也是第一次在他毒发后还能安然入睡的。能独自出现在魏园后庭，难道他就是太子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小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我在魏园后门等了您好久都没见您，就过来找您了。可是后院阁楼有人守着，说是不让外人进，可把我急死了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刚刚啊，岳西郡主，您这婢女可不得了。是她。您这婢女在门口久等不见您，我们的人听命不让她进，她差点回去找宁王，派兵掀了整个魏园。这丫头忠心，倒是让您见笑了。是我们的问题，底下的人没能发现郡主，害得郡主的婢女担心，差点引起误会。哦，我是怀流，殿下命我送郡主回府。那就多谢殿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殿下命我交给郡主的金疮药，是皇家贡品，效果比外面的要好上数倍。属下已指使威园的管事在散宴前告知四公主，说郡主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了。这个太子府办事还真是滴水不漏。他怎么不问问主子呢？顶着这么明显的伤，这岳西郡主怎么好像没事的人一样？既不惊讶于太子的身份，也不问太子的去处，甚至连受伤的原因也不过问。这岳西郡主不像传闻中那般无脑，反倒很是沉得住气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减轻主子毒发的痛苦，便是整个太子府的恩人。哎呦，疼啊！回去给你揉揉。总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太子殿下可能身患重疾，我也不确定。但看那等情景，反而更像是中毒。说是恶疾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被药物刺激了神经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濒临失控的暴力状态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太子殿下下手也太重了。您这一圈青紫掐痕不说，顶着这么大个牙印，这几天还怎么出门啊？反正我也不想出门，但是你别告诉老头子啊，省得他担心。还有那屏风，收好了，别让旁人看见啊。放心吧，奴婢明白。小姐，有人给您送了东西。给我？门房那边说是威园管事送来的，说是您昨日在威园丢了东西，今日找到后特地给您送来的。拿给我看看。哇，没想到这太子这么大方。
小姐，这是昨日唐突郡主，可否赏面一步微远，允我留表歉意？金子留下，帖子我再想想吧。哦，该来的还真是一件都躲不掉。郡主，主子在阁楼等您。小美，你就在这等我，不用上去了。好的，小姐。见鬼了！怼天怼地怼小白花怼萧旭都没怂过，怎么就是有点触这个萧心恒啊？不行，大佬虽然可怕，但好像该死的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这让我抵抗的有点艰难呢。郡主请。今日邀郡主前来，主要是想向郡主赔礼。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本宫实在歉意不已。抱歉，你这家伙下口的时候可一点都没留情。殿下的赔礼我已经收到了。本宫也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，只能送一些俗物，聊表歉意。殿下出手大方，我倒是喜欢，就缺之不恭了。殿下今日邀我前来，怕不仅仅是为了赔礼道歉吧？郡主聪慧，想必昨日情景，郡主心中也有疑惑。本宫其实身患顽疾，发作时会神志模糊，头痛难忍，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人伤己。当朝太子身患嗜杀恶疾这种事儿，是我能知道的吗？我特地没有问你发疯的原因，大家彼此装傻不好吗？所以，本宫有事相求。虽然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但本宫发现，郡主可以在本宫发作的时候使本宫安定下来，所以今日特请郡主来为本宫治病。啊，治病？身患顽疾，发作就嗜杀，只有某个女人才能治的病。他这不妥妥大男主体质吗？本宫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有非凡的气质。啊，我有几个问题。但是无妨。你是不是从小就任何女人不能近身？全世界只有我能碰到你啊？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有兄弟浴血奋战，被贪官诬陷，急需你忍辱负重，平反冤案？本宫打的都是胜仗。冒昧最后再问一句啊，你是不是有生病的妈、狠心的爸，还有上学的妹？母后已逝，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安好。怎么就摊上我了呢？没有女主的命，却撞上女主才能治的病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那我要怎么治你啊？无需郡主做什么，只需要郡主每5日来后庭阁楼待上2个时辰。和殿下一起待2个时辰？是的。本宫发现，只要郡主在我身边，本宫便能安稳，而且头痛也能缓解不少。还真是俗套的玛丽苏设定。不过昨天好像确实是在我靠近他之后，他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，看来是有求于我。我为何要帮殿下？我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，虽每隔5日陪伴殿下2个时辰并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我出自宁王府，我父王兵权在握，让人知道我跟殿下来往甚密，对我宁王府可没什么好处。郡主想要什么？
我想要殿下护宁王府一世安稳。郡主这话是代表郡主本人，还是代表整个宁王府？想必你也知道，3年前，因我年幼无知，闹腾的我父王差点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萧旭身上了。一句年幼无知就打翻了前尘往事，这玉溪郡主还挺豁达。郡主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的选择就是宁王府的决定。你不信我？没有，本宫相信郡主。那你笑什么？本宫只是好奇，为何是本宫？本宫以为郡主会找萧旭，毕竟你们差一点定下了一段姻缘。实不相瞒，我其实不介意最后是谁荣登大宝，只要不是萧旭就行。而殿下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因爱生恨？不是，没爱过。那又是为何？是萧旭护不住宁王府，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宁王府下场如何，所以殿下就不必担心我因为感情问题左右摇摆，中途变卦。事实上，如果殿下能在过程中一不小心让萧旭消失，我会更感激的。护宁王府一世安稳，本宫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不，你有，你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会有的。宁王府满门上下都忠君爱国，可惜后继无人，因此不求世袭鼎盛，只求我在的这一世能繁荣安稳。郡主所求皆是为了宁王府，那郡主本人呢？无甚所求。我除了宫里那几位，我已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只要殿下您能护得宁王府昌盛一日，无论我如何肆意妄为，都无人敢欺我辱我。本宫定不负郡主所托。这是谈成了？这么容易的吗？还以为得磨上几个回合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郡主，主子多年来深受病痛折磨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不过仍然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但郡主的气息却能神奇的让他安定下来，哪怕只是让他睡一个安稳觉，也极大的缓解了他这么多年来的病痛。您的这份恩惠，整个太子府上下铭记于心。客气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还是要谢谢郡主。主子这人平时看似冷淡，但其实赏罚分明，对待自己人永远真诚相互。只要郡主您一天站在主子这边，主子定不辜负郡主。这话既是承诺，也是威胁。但愿如此吧。他既然承诺护宁王府周全，只要宁王府不背后捅刀，想必事成之后也不会被谢幕杀戮。若他真的言而无信，大不了就跟袁术一样，拼个你死我活罢了。至于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没吃完早饭就走啊？今天还有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课没学完呢。你堂堂宁王府的郡主，不会那些也无妨。娘走的早，现在京城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我没得一点娘的真传。
难受。小骨，行吧，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老头子。哎，这不是上回我在他马车里看的那本书吗？折起来，下次再看。这书怎么在这儿啊？猜到郡主喜欢，便都拿来了。啊，贴心啊，殿下。这个好吃，甜。这里还有很多。无聊，怎么打发时间呢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故事？好呀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王子，他每天独自吃饭，独自睡觉，独自看日出日落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的脚下绽放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。玫瑰花？是什么花？是一种代表爱情的花。小王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，他爱上了这朵玫瑰，细心地呵护它，每天给它浇水除虫，陪它聊天。后来学会了栽花。听我说，小王子觉得他的玫瑰是唯一一朵玫瑰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。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他走进了一个花园，在花园里，他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。这时，小王子才知道，他的玫瑰花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。怎么会是普通的玫瑰花呢？那可是在他孤独的时候陪伴他的玫瑰花，那是只属于他的玫瑰花。哇，殿下都学会抢答了，厉害！哼，郡主的故事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你书还没看完呢。哎，那一片忧愁又扰了寂寞，都在无言。一种间燃烧着梦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风中。我将此写了忧伤在心里。你是说我离你越近，你的气息就越稳？只要郡主离我越近，我的躁动就会好一些。像现在就挺好的。这样，这一生多少年吧，都付于牵挂，我触不到你的发，回忆像流沙，要我去怎么办？我望楼台外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，
这人间多少风华，不如你情话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热情湿了肉麻，放不下。走进黑洞，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贪爱和酸落花。这一生多少年华，托付于情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。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。这人间多少风华，不如你情话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热情湿了肉麻，放不下。扰了清梦，不在无言中，一动间燃烧阵风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就像撕下了忧伤的心里，起落汹涌，辗转后又落空，在我心中留下的痛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咋啦？我今天休沐不用上课的。哦。宫里来了消息，孙贵妃听闻郡主不久前在四公主的赏花宴上大放异彩，特邀郡主进宫一叙的。在外边倒好，一回来就跟没骨头人似的，坐没个坐相，不想去推了便是了。也不是不想去，就是又怕出什么幺蛾子。管他什么幺蛾子，挺直了腰板去。我宁王府还没倒呢，我看看谁敢欺负你。父王霸气。今天太阳是打哪边出的？已经跑来给我献殷勤了。姨母瞎说，我平日里都是很孝顺的。你呀，少给我惹麻烦，就是最大的孝顺了。不过今日姨母为何召见那宁出西进宫？你俩打小就不对付，这次是知道我召见了他，特意跑来看热闹的吧？他觊觎我三皇兄不成，还平白无故落我脸面。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召见的？平白抬高了他。姨母，你不会真打算让宁出西做您的生媳吧？那我可是第一个不依。宁王府地位特殊，若是能结成亲家，对旭儿可是一桩好事。可他德颜容宫样样不通，而且三皇兄也不喜欢他呀。那都是其次，感情是可以婚后培养的。岳西郡主到。救我！姨母，救我！希儿怎么这么傻？姨母，救我！姨母在呢，希儿别怕。他
跟原主的死有关系吗？贵妃安好。呀，希儿，这几年不见，怎么与本宫生分了呢？快过来，来，快坐。礼不可废。小时候是娘娘疼我，现在跟从前不同了。希儿，这一眨眼变得如此水灵了，之前还天天吵着本宫要嫁给希儿呢。童言无忌嘛，娘娘才是容颜未改，反倒显得愈发年轻了呢。小嘴真甜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希儿过来请安，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吧？上次在四公主赏花宴上见了一面，三殿下可是英雄救美呢。我三皇兄那是看不惯你仗势欺人。月儿，月儿啊，就这脾气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见怪。娘娘多虑了，四公主啊是真性情。月儿，还不给你希儿姐姐倒茶去？一天天没大没小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好好尝尝本宫的茶，可香甜了。看来这茶还真是非喝不可了。不过今日孙贵妃召我进宫，人尽皆知，她应该不会蠢到在自己的宫里动手脚的。那就谢过四公主了。完了，孙贵妃不会那么蠢，不代表四公主不会啊。宁初曦，新仇旧恨，咱们今日一并算。这风月场所的软香伞效果应该很不错。希儿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明明还没到药效发作的时间，他又在搞什么鬼？就是突然有些头晕，许是春寒料峭，吹了冷风所致。那要不要找个太医给你瞧瞧？你还年轻，这些小病可不能忽视。害得娘娘您担心了。今日本来就是来向您请安，因为这点芝麻大的小病，劳烦太医院跑一趟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希儿，不过我是确实有些不太舒服，怕把病气过给娘娘，因此就先跟娘娘告退了。郡主真是客气了，既然身体不舒服，不如多休息一会儿，好了再走吧。哎，好孩子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赶紧回家歇着。等你身体好了，本宫再邀你进宫谈心。那就谢过娘娘了。去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外甥女，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宫里动手动脚？我看你这公主是当得太舒服了是吧？我只是想让她出丑，又不会被查出来的。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？不管查不查得到，只要是在我含章宫里出的事，我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别说是你父皇，就算是宁王府的千内，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。我可是公主，她只是个郡主，区区一个宁王府，还不是我父皇说什么，他们就得做什么。你给我回去好好反省，无事不得出宫。蠢货！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想到玛丽苏的下药居然让我碰上了。撑住，撑住，我可不能出洋相。什么苏？无事，我们快点回府。哦，太子殿下倒是许久未见月溪郡主，不知郡主近来可好？
子，太子，你真好看。太子殿下恕罪。郡主这是从何处来？回太子殿下，小姐刚从寒章宫出来。这里离本宫的灵华宫近，那里常年有太医待命。谢太子殿下。起飞了！起飞了！起飞，还要飞得再高一点。小姐，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对不起小姐，我对不起整个宁王府。看不出来啊，你们郡主私下挺狂放的。你说谁狂放？你狂放！你竟敢说我们家小姐狂放！你别过来！谁狂放的？你狂放！好热呀！我要开中央空调。好热呀！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回殿下，贵人中的是软香散，药效跟醉酒类似，但是带有催情效果，却对身体没什么危害。因为这药危害小，因此也没什么解药能缓解，只能等药效过去。若贵人体虚，药效过后，服用一剂温补之药即可。睡觉吗？这贵人胆子是真大呀！虽然中了软香散，但是竟然敢调戏太子殿下。他这样子还会持续多久？约莫2刻钟，等药效散了就好了。下去吧。你待在这里，跟个二傻子似的。你放心，殿下不会对郡主做什么的。你就守在这儿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出你耳朵。美人，你好美啊！你好美哦！我对不起整个宁王府。美人，你好凉快。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我是蘑菇。这么可爱的小蘑菇是什么品种？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蘑菇了。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美人。为什么喊我美人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哪儿好看？哪儿都好看。眼睛好看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。鼻子好看，特别高。嘴巴也好看，一看就适合接吻。适合接吻。我忘了台湾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。这人间多少风华，不如你轻唤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若即是来戎马，放不下。那一片忧愁，又扰了清梦，都在不言中。一纵间寒烧阵风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就像
它会动哎！辗转后又落寞，在我心中留下的它又动了，真可爱，亲亲，我忘了台湾烟雨下，弹来颗酸落花，这一生多少年吧，都付于牵挂，我触不到你的发，回忆像流沙，逃不出人怎么办？我忘了台湾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。夜晚就好，这笔账记下。属下已遣太子府管事太监向韩章公回禀，只说是殿下偶遇岳西郡主晕倒，将人就近安置在了太子府外殿，请太医就诊后说感染风寒，并无大碍，让孙贵妃不用担心。知道了。最近这韩章公也不安分，是时候该敲打一下了。小姐，昨日的事您还记得吗？昨日起飞啦！我要飞得再高一点。睡觉吗？昨日完了，没有女主的命，却中了女主的药，丢死人了！您这是想起来了？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让男女主赶紧杀了我吧！都怪萧玉儿给我下了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药。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姐，老头子，你闺女都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就说怎么着吧。谁敢欺负你呀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怎么人竖着出去，横着就回来？要不是太子府的人和太医的人再三保证你是风寒，我还以为你要翘辫子了呢。什么风寒？明明是那个慈公主，然后给我喝了什么？然后就这样了。欺人太甚！就是，但是老头子又不能拿剑直接劈了韩章公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虽然不能劈了韩章公，但是让那二人寝食难安，为父还是能做到的。真好，就让他们寝食难安。臣有本启奏，讲。四公主月前与微园办赏花宴，花费甚大。不仅如此，10日前，四公主携孙家子弟踏青，为了方便玩乐，不顾农户苦苦哀求，纵马踩踏农田50余亩。臣也有事启奏，吏部员外郎孙威卖官鬻爵，获利1万两。这是臣获得的账目清单。吏部小小一个员外郎，区从6品，只靠着兜售底部官职和考评调任之事，足足获利1万两之多，这可顶得上一些小县城1年的税收。好大的胆子！孙威，是你们孙家的人吗？是陈家的旁系，一出五福。虽然说在五福之外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京城里这些孙家旁支都是依靠着孙贵妃和孙尚书才谋得一官半职。孙威卖官鬻爵，削去官职，发配到姚州。另外，买官行贿者一并查处。本来四公主的事儿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
谁成想赶上了孙威卖官被揭发，陛下这不就闹心了吗？顺带着孙贵妃也吃了瓜烙了。真是老天开了眼，下了一场及时雨。也怪啊，孙家最近太猖狂，害了多少人的眼喽。还是父王厉害，言出必行。孙贵妃和四公主这段时间可有的寝食难安了。对了，你可记得去太子府登门道谢。太子虽然没有什么权势，但也是一国的储君，人家顺手又帮了你，该做的礼节还是要做到位的。他帮我什么忙了？老头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你紧张什么？不是太子好心看你中了毒，好心把你送回来的吗？是，这件事儿确实应该感谢人家哈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现在？不然呢？我们宁王府哪有过夜的人呢？赶紧的，早去早回。哎，你就这样去了？那个，上次实在不好意思。郡主说的是哪件事？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是赖在本宫身上不下来，还是既要发作，轻薄本宫之事？喂，不带这么公开处刑的吧？你故意的吧？药效之过，郡主无需介怀。还是要多谢殿下解围。郡主，要不你还是直接住到太子府来吧。这不会太过显眼了吧？天天往太子府跑，这不昭告天下我们俩有一腿吗？什么腿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私相授受。不会，回来会将马车驶于后庭，然后再换了马车过来。后庭有通道直通内殿，不会引人注目。内殿都是本宫的人，郡主不用担心。这不会太麻烦了吧？参见殿下。这两位是本宫从江南寻来的厨师，京城最好的厨师皆师从为他们。内殿的起居用度肯定要比后庭更精致。后庭不过是临时的落脚点。还有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同意了。治病非几日之功，后庭再舒适，也不过是一内侍。本宫担心郡主待得烦闷。殿下想的甚妥，好吃好喝就行。不过我这算不算登堂入室啊？算，也不算。来都来了，殿下，要不要来一起谈会儿？现在？谈？放心，今日之粮免费。这床舒服吗？舒服的话，就说点正事。过几天可就是万寿节了，
怎么，又有什么幺蛾子啊？本宫收到线报，消息近日跟驿站书信来往频繁，就是不知道他联系的是哪国的使臣。不管是哪国的，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来了就知道。不过，这事算是机密吧？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本宫以为我们是同盟。没错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指望我给你出谋划策或者亲力亲为做些什么，我最多是在关键的时候动用宁王府小小的一点力量帮你一下。我没有想让你为我做什么，只不过在跟你分享本宫的情报。快睡吧。再过2个时辰，我就要回家吃晚饭了，老头子看得紧。大家快来看呀！都过来评评理！这个外族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行风鬼之事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别死！大家快来看呀！就是他，他对我行风鬼之事！大家快来评评理！走去看看，走。放开！大家快来评评理！放开！我没有。这位贵人，你过来帮我评评理。这个外族男子，他欺人太甚，请贵人替我做主。你撒谎，我根本没有碰你。民女今日出门采买，谁曾想这个外族男子，他竟见色起意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想对民女做出非分之事。你胡说八道！请贵人替民女做主。为什么不直接报官啊？我又不是金兆尹，又不能将此人抓起来绳之以法。他是个外族人，官府怕是不敢处置。不过幸好民女已无大碍，只是希望他可以赔钱了事。哦，姑娘若是想拿我当枪使，怕是不能如愿了。没有啊，贵人，您误会了，我没有。好香啊！姑娘若再不说实话，我可让人去教坊司一趟，查查户籍了。小美，去教坊司。是。不要！这位公子并没有非礼我，只是民女见他是外族人，所以才起了贪念。民女再也不敢了，请贵人饶命。他诬陷的人是你，报不报官，如何处置，都由你决定。我们草原二郎不与这等女子计较。谢谢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谢谢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姑娘，在下贺楼彻，刚刚多谢姑娘解围，不知姑娘芳名，改日定登门道谢。贺楼，是不是北琼皇姓？举手之劳，不必在意。不知姑娘刚刚是如何知道那位女子在诬陷在下？没有哪一个良家女子在被人非礼后，第一时间不是裹紧衣裳，而是任由天头裸露在外，生怕别人看不见。而且她身上的熏香是由教坊司统一调制分发的，青楼楚馆的姑娘都是用那个熏香的。好厉害啊！那不知姑娘又是怎么知道这种熏香的呀？嗨，我们家小姐在宇宙逛遍了大大小小的青楼，当然。闻过而已，闻过而已。不过，还是多谢姑娘。虽然姑娘不愿意透露芳名，但是今后如果有需要用到我贺楼彻的地方，
姑娘派人去驿站知会一声便是，我定不推辞。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的。走了。主子，主子放心，以后属下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宵小之辈闯入极清坊。从今日起，你亲自护送郡主回府，没什么事别让他下车。是。宣各国使臣觐见。那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。这个灯真不错。哎，怎么忘了这号人？五皇子萧翰。我记得袁术后期，萧翰也算老谋深算，处处与萧旭作对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险恶之事。不知道萧星恒知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？太子殿下到！参见父皇。你出息了呀你！那是，你闺女生得漂亮。别阴沟翻了船，给我添麻烦。翻不了，我划船全靠浪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但我闺女值得这天底下最好的郎君相配，翻船了也不怕，自有为父给你顶着。你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郎君即可。老头，别说了，全在这酒里。就知道贫嘴。开席。臣携结兰公主前来，特意向陛下祝寿。有劳贵国特意派人前来，代朕向贵国的皇上问好。此次前来，王上特意嘱托臣带来了结兰公主，意欲能与大理永结秦晋之好。不知贵国王上属意我朝哪位宗室子弟呀？此事本应听从陛下您的安排，但贵国太子与我国渊源颇深。渊源，我记得原书中确实提到过，太子在刘国做质子，不过原文中寥寥几笔，难不成是有什么挂？我可不想嫁给那个冰秧子。那冰秧子在刘国时畏畏缩缩的样子就惹人生厌，现在又缠绵病榻，我可不想一嫁过去就当寡妇。请陛下恕罪，结兰公主年幼无知，方才所说之话并无恶意，请陛下万勿见怪啊！结兰公主，你属意何人呢？那当然是不仅要身体康健、才貌英俊，还得文武双全，最重要的是得是陛下最宠爱的皇子。去，他还挑上。这结兰公主倒是自视甚高，也不问问哪个皇子愿意娶她呀？我也没说错呀。那个太子之前在刘国时被皇姐皇兄训斥，连嘴都不敢还。他那个样子，谁看了都不想嫁。闭嘴！臣女刚刚殿前失仪，但有几句话不吐不快，望陛下恕罪。无妨，朕准你畅所欲言。结兰公主，我刚刚近处观你容貌，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结兰公主随意出口伤人，言行恶劣，显然德行有亏。论家世，结兰公主虽为公主，但却是庶出，且数年前刘国就与我国签署了投降书，你不过是降国的庶公主，所以
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、挑三拣四？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说得好。你说我不配，你们陛下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女子凭什么数落我？你又配吗？你该庆幸，我父王驻扎的辖地是在北疆，而不是西域，不然还轮不到你问我配不配。结兰公主说岳西郡主不配，不知道我镇国公府配不配？若不是陛下仁慈，担忧战事会使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我白家早就带着20万白家军进驻刘国皇城了。那时候，怕是轮不到公主在这里谈郡主配不配。你小子干得漂亮！我大理儿郎皆英姿雄武，何患无期啊？贵国王上的心意，朕领了。联姻一事，就此作罢。是。本殿特来向陛下贺寿，愿圣上日月同辉。免礼。时机虽有些不妥，但本殿还是要向圣上说明。父皇遣本殿来时特意交代，若圣上应允，希望我国皇子能在大理觅得良缘。刚打发走一个，又来一个。皇帝的白菜都被人拱南路了。真是。皇子可有属意之人呢？听闻岳西郡主蕙质兰心，还望陛下和王爷割爱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是不是找死啊你？我息怒！你不至于，不至于！息怒我，息怒我！有趣，真是有趣！别拦着我！你听我，我气不死你！你给我过来！什么？舍不得？放心，且不说北琼和大理关系紧张，一旦开战，嫁过去的宗室女都会成为人质。就当是她自己，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身上30万宁家军的荣光，陛下敢让她嫁过去吗？这是我家闺女。行了，这臭小子！岳西郡主乃我朝明珠，即为珍宝，理应珍之藏之，哪有让其流落在外的道理呢？你们2位属实是没有缘分。不过皇子如属意其他宗室女，朕倒是乐见其成啊。你给我等着你！谢过陛下。那这太可恶了！你若是想拉拢宁王一族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我希望他是真心靠向我的。哎呀，这种局就不该来。郡主，叨扰郡主了，还望郡主恕罪。只是我家世子特邀郡主一步一叙。你家世子是？府上姓白。姓白？镇国公白世子？冒昧请郡主前来，还望郡主勿怪。白世子客气了，我还要谢谢您在万寿宴上帮我说话呢。结兰公主羞辱的可是太子，我好歹是太子的舅舅，
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放肆而不作声？我还以为镇国公府跟外界传言一样，跟太子的关系不睦呢。郡主这是套我话呢。郡主应该知道，镇国公府和太子殿下为何关系不睦。其实刘国当年并不是非要太子为之，此事还有转圜的余地。那镇国公为何非要太子去啊？因为兵权。什么条件？移交20万兵权，或者以太子为之，2选其一。所以镇国公选了兵权，放弃了太子。没错，父亲说要以家族为重。张介贵为皇后，她生的孩子皆是嫡子，无论哪个，都能立为太子。那时我才13岁，偷偷躲在书房角落里，听到了父亲和张姐的争执。父亲，儿才5岁，你要他处置刘国，岂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妇人之仁，如果上交了兵权，那才是要了我镇国公府满门的性命。可他是太子，是您的亲外孙，你怎么忍心？母夏，你还年轻，你还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都能成为太子。自那日以后，张姐整日郁郁寡欢，觉得愧对萧星恒。萧星恒回国的前1年，张姐又怀上了龙胎，可却在怀胎6个月的时候，因为早产失血过多而亡。那孩子，我们陛下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张姐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会让白家放弃萧星恒。是陛下。陛下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是张姐。那天他从父亲处偷听到了萧星恒在刘国过得并不好，甚至是屈辱。他决定撞向了桌角，不要这个孩子。多讽刺！张姐生前循规蹈矩，不敢违抗父亲，放弃了萧星恒。临了，却勇敢到想用死的方式保护萧星恒。原来萧星恒出职和回国的背后，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世子为何与我说的这般坦诚？那天万寿宴上，萧星恒给我使眼色，让我帮衬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待你不一般。那你应该也知道萧星恒中毒的事情吧？他说是救急，但也没掩饰。我猜可能是中毒了。那你知道他是为何中毒？萧星恒他这些年过得很是不易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5岁的孩子，成天食不果腹，被关在晦暗幽深的地牢里，与虫鼠争食。他本是我大理金尊玉贵的太子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以后会更加认真读书习武，儿臣不会再偷懒了，父皇，儿臣真错了，儿臣不要走。他就是那个被误国抛弃的太子啊，难看死了，又瘦又小，长得就一副卑贱样，怪不得爹不疼娘不爱，送到我们这儿来当商呢。看他这个不敢还手的样子，真是胆小。哼，看着就来气，听说还是太子呢。哎呀！父皇，
母后，好疼，好难受。你们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好想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？我还不能死，更不能让他们得意。我要活着回去。我要问为什么？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萧星恒在毫无防备下被灌了毒酒，每天都承受着钻心之痛。我还不能死，让他们得意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问我为什么？后来呢？就这样放过他们了？那些都是刘国的皇子皇女们，哪能赶尽杀绝呢？但他却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将这屈辱还了回去。后来，在刘国的战场上，他凭直觉砍杀，从尸山血海中挣扎而出，交织成一幅幅血腥的惨烈画面。他的每一寸皮肤，每一根骨头都在被撕裂、缝合、再撕裂，如此反复，痛不欲生。在无人的角落，独自承受每一次毒发，他的眸中愈发冰冷嗜血，仿佛一个来自地狱的修罗，要将这世间的黑暗与阴谋一一撕裂开来，一路攻向刘国7座城池。刘国不得不求降，并甘愿成为大理的附属国，向大理纳税进贡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清醒一点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醒醒！没事了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我一日是大理的储君，那些人就不得不向我俯首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场复仇。他是个天赋卓绝的人，无论是作为将领，还是作为储君，
所以，太子殿下的确同郑国公府关系不睦。可我这个舅舅和我外甥的关系却还不错。以前就发现，萧星恒喜欢吃些甜腻腻的东西，是因为过去都是苦，所以现在才这么食甜吗？这些年，萧星恒吃了太多苦，忍了太多痛，我这个做舅舅的再是尽力弥补，也没办法还给他一个意气风发的年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不一样。希望你可以让他今后的人生多一点甜。那给你，送给我的。就是来的时候路过吉庆坊，听到叫卖声，就顺手买了一个。很甜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不过郡主怎么会突然送我礼物？总不能说是因为在你舅舅那儿听了你的悲惨往事，因此对你心生怜爱吧？刚刚郡主就一直盯着我发呆，那眼神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一样。现在又给我送这么可心的礼物，郡主莫不是倾心于我？殿下未免有些自作多情哦。刚刚郡主还说我生得好看，如今却说我自作多情，莫不是我现在容颜憔悴，载不得郡主的心了？殿下面若冠玉，颜如皎月，温文尔雅，凤表龙姿。原来我在郡主心中如此美好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别忘了后天的宴席。怎么，你答应圣上搞什么欢送会了？你身子骨好了？病了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好起来了。否则怕是臣子们都快忘了大理还有个太子了。明天记得早点来。为什么要早点过来？早点来就对了，别忘了。知道啦。明天太子府奉命设宴，你还不赶快去撑场面去？他一个储君需要我一个郡主去撑什么场面啊？您怎么不去啊？那不开玩笑吗？我要是去了，不给那些他国人长眼脸吗？那我也不去。那不行，你是我宁王府的门面，你必须去晃悠晃悠。门面哈。知道了，那我去捯饬捯饬。知道的是太子府设宴，不知道的还
还以为是来到了哪个集市呢。郡主，你怎么才来？哪有压轴先来的道理啊？从开始殿下就一直派人来问，这都问了10几遍了，我们都替殿下干着急。行了行了，不是说宴请使臣吗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殿下病情，太子府已经好多年没有设宴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接着送别使臣设宴，好多家府上都送来了拜帖，殿下没办法，只能都发了请柬。苏妹妹，你真是无处不在哈！姐姐哪里的话都是姐姐教的好，为了营生，哪里有热闹去哪里吗？哎，这也是陛下近些年第一次让太子府代行设宴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外面还有传言说，陛下这次让太子府设宴，为的是让皇子和各位殿下选妃呢。哦，怪不得门口来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闺秀呢。要我说，这些闺秀哪里比得上姐姐呢？嘘，低调点。是奴婢不长眼，请贵人恕罪。郡主，郡主，刚刚那个小丫鬟不是太子府的人吧？那个婢女看着确实有点面生。郡主的意思是？明白。郡主您先入席，属下这就去查。我也去，说不定有料。哎，郡主安好。请。又有新八卦了。她不是，她是宁王嫡女，你就别想了。承蒙郡主厚爱，小生定不辜负郡主情谊。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和郡主的私事，你这丫头别掺和。你我二人素未谋面，这位公子何出此言？刚刚郡主还与我鸿雁传书，倾诉衷肠，现下却翻脸不认。月溪郡主居然看上了滦阳薄家的公子，还私下传情，这什么境界秘闻呢？这秘闻有点刺激啊！传的什么书？有证据吗？郡主虽未与我亲笔书信，却让婢女将手帕送来当作信物。那些倾慕于我的话，也都是这婢女亲口所说。本以为是这滦阳伯公子酒后胡言，没想到他还真有信物。陈公子怕是搞错了，我今日赴宴是和闺中密友来的。陈公子仔细看看，可有那送手帕的婢女啊？这或许是郡主为了掩人耳目，找了这凌华宫的婢女所送。再说了，这手帕是郡主的，这总归错不了吧？陈公子说笑了，且不说如此私密之事，我为何要在太子府找一个素不相识的婢女送信？何况我不像陈公子这么的单纯。你怎么证明那帕子不是你的？那上面可绣着你的名字。因为这个手帕才是我的。
郡主，可别不是随便拿了一张婢女的手帕，说是自己的吧？是星辰起，上次姐姐在赏花宴穿过的，是双面异色绣，这技法简直巧夺天工。这才是平时我惯用的手帕，陈公子手上那张绣工一般，我可是瞧不上眼的哦。可万一郡主是准备了2副手帕呢？这所谓的信物都已经蠢到将名讳绣上去了，还用得着额外准备1副手帕吗？哦，对了，林小姐若是还有疑问的话，不妨请太子殿下将太子府进出口全部封了，好好找一找那个送手帕的婢女，看看到底是谁家的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的诬陷我呢？这是太子府宴请各国使臣的宴席，为了这事儿封锁太子府，就为了寻找一个婢女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太子殿下，皇兄，在本宫府上出现了诬陷郡主这种阿杂事，本宫也难辞其咎，一定得还郡主一个清白。主子，郡主说她只是丢了个帕子，让不必为难那个婢女。帕子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怀流，将太子府上的所有的门都给堵上，带人查一查各婢女，看是不是混进了什么歹人。是。皇兄，我认为此事不宜大张旗鼓，现下众人皆已知道月溪郡主是被诬陷的了，所以对月溪郡主的名声不会有什么损害。此等歹人可以私下自行查找。倘若现在声势浩大的一一盘问各府婢女，定会对前来赴宴的各位宾客造成不便。谢太子殿下体谅，是我思虑不周，因各国使臣都在，此事确实不宜封府查证。既然郡主都说了，那本宫就收回成命，但本宫还是会协助郡主一探究竟。小生受人愚弄，唐突了郡主，还望郡主大度，不与小生计较。小生改日定随家父登门致歉。公子言重了。月溪郡主遇事沉着，条理分明，且气度不凡，并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，反倒是颇识大体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必会带领家族繁荣兴盛。这倒别急啊，我恐婚啊。既然都没事了，诸位随本宫到前厅去观景。不过姐姐，我怎么感觉太子殿下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？有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郡主，苏小姐，吃糖，淋浴袋，快！没事吧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玉儿她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掉进池塘里的？小姐刚走进池边，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个小厮，一下子就撞到了小姐身上。快些！小姐一时没站稳，就掉了下去。那个小厮呢？因为太突然，他的动作又快，所以没看清。废物！虽说这2人之间早有传闻，但此次众目睽睽之下有了肌肤之亲，也算是铁板钉钉了。多劲爆！我记得。
三殿下下水救了林家姑娘，即使是救人之举，那也算是损了林家姑娘的清白。就是不知三殿下会给这林姑娘什么位分了。毕竟以林姑娘的出身，和清白当众受损的事情，当然是不能成为皇子正妃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可真丢人，真有伤风化。我们走。闪开！这正妃还没进门，就已经多了一个糟心的小妾了。头疼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这条笔记我恐婚。太子殿下，谢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太子府有个绣娘，极善异色双面绣，且刺绣速度极快。我当时好奇，还让怀流带我专门观摩过呢。所以呢？他还知道用上了我曾经出过风头的星辰起，更是让人信服哦。看来他平时还是挺关注我的哈。或许吧。太子殿下也在。郡主，在下有话想对你说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进一步说话？他不方便。郡主未出阁，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还是太子殿下思虑周全。郡主，上次街边相救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答谢你的相助之恩。二殿下多礼了，本就是举手之劳。其实上次是我皇兄给我请婚，实在过于唐突，但是我也是真心心悦你。承蒙二殿下青睐了，可是你也知道，你我二人身份悬殊，此番情谊怕是要辜负了。其实，从我知道你是岳西郡主的时候，我便猜到结局是这样的了。但是我不死心，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。虽然做不成恋人，但是至少应该还可以做个朋友，对吧？过几日我便要回北琼了，还未好好逛过京城，不知在我走之前，郡主可否有时间带我好好的游玩一番啊？没问题，我本应尽地主之谊。郡主，宁王府的车已经在太子府门口恭候多时了。我没叫吃住气，估计犯病了。好吧。二皇子，你不是有事跟本宫商议吗？太子殿下不是说择日不如撞日，请吧。其实不用送我的。殿下让郡主留步。这一天天的，到底是要我走还是不走？真是。郡主请坐。这不是萧星恒常用的书房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待会儿您就知道了。二皇子，这是何意？感情萧星恒让我别走，就是让我来这儿听墙角的。自然是来找殿下谈合作的。你我立场不同，如何合作？殿下怕是不知，贵国三皇子也与我大皇兄达成协议了吧？
二殿下空口便指本宫皇帝与贵国勾结，本宫如何能信？贵国三皇子已经按照我大皇兄的要求，在北疆宁家军中安插了不少细作，殿下一查便知。怎么还扯上了宁王府？不知二殿下能否告知本宫，以示诚意？贺楼清承诺帮助萧旭夺得宁家的军权，只要萧旭能提供情报，北琼便可屡战屡胜。到时候宁家军伤亡过半，少元帝定会对宁王失去信任，另派将领。若是宁王不放权，萧旭就联合贺楼清，给宁王扣上了通敌叛国的罪。那可是整整15万将士的性命，萧旭他竟敢！郡主莫急，有殿下在，宁家军不会出事的。萧旭，你敢动宁王府分毫，我必让你10倍偿还。将士们应该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而不是死在上位者的争权夺利中。此举有违天理，本宫定不会坐视不理。虽为敌国，但是此举过于狠毒。我大皇兄做事从来不留后路，若他坐上王位，我在北琼怕是再无立足之地。因此于公于私，我都不想他得逞。那二皇子为什么会选择与本宫合作呢？殿下贵为太子，乃是大理的储君，必然不惧三皇子。想必殿下即使不是才德兼备，也一定有过人之处，而我相信他的眼光。二殿下至情至性，本宫倒是沾了岳西郡主的光了。不知二殿下与本宫合作有什么条件？我并不想与大理开战，以生灵涂炭来换取资源。我希望在你登基之后，能够开放北疆边城互贸，能让我北琼的子民在边城上和大理的子民享有同样的权利，不被驱赶。成交。本宫倒是沾了郡主的福气，才能如此快的跟贺楼彻谈拢。你不高兴？没有。我回去会让我父王在军中仔细调查，那些细作隐患实在是太大了。你别担心，我这边也会从萧旭入手，派人去查。所以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大佬的心思果然难猜。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啊？哎呀，别管这消息从哪儿来的，反正去查查就是了。查我肯定是会去查的，想在我宁家军中动手脚，怕还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不对呀，你今天从太子府赴宴回来的，一回来就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是太子吧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这个怕麻烦的懒鬼，上回在万寿宴上怎么那么维护人家？原来是瞧上人家了呀！的确是萧行恒告诉我的，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都直呼人家名字了，不是这样是哪样啊？你在这瞎想什么呀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这八字都有了，那一撇还远吗？没想到我居然还有对不过老头子的一天。这太子啊，
长得倒是不错，可就是这身体嘛，你不会嫁过去早早的就守寡吧？这是重点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要真的跟萧星恒好了，您不应该考虑宁王府何去何从的问题吗？你管他身体好不好干嘛？什么何去何从啊？你要是真想嫁给太子，我宁王府就是你的后盾。宁王府忠君爱国，这储君也是君嘛。牛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呀，女大不中留啊！哎，什么留不留？我能留到天荒地老。你呀，也别有什么负担，少孩子家的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喜欢就去追，两情相悦了就在一起，天塌下来了有你老子顶着，用不着你个小姑娘家的操心。哎，你现在肯告诉我，你们俩现在到哪一步了吗？您赶紧去查正事吧。再见。哎，你，这孩子，细作。我低眉顺目了这么多年，怕是有些人忘了本王这个亲王位是怎么来的了。那个偷你帕子的婢女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她招了吗？你想的没错，是林玉带。那婢女的证词怕是没什么大用，萧旭怕是将陈芬那边打点好了。萧旭还找我要这个婢女呢。他是要把这件事抹平啊？那你给他了吗？这不是等着郡主吩咐吗？少来，这么大点事儿也不能把林玉带怎样。给他算了。不过不能白给，他想要林玉带在这件事情上清清白白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对了，我抓到了萧旭安插在北疆军中的细作。这么快？他在押运粮草去北疆的时候，还没出城就被发现了。这速度，不愧是大佬。这么好奇，要不要一起审呢？我一起审？啊？说，还有哪些人收到了卧底的命令？你是岳西郡主。原来你竟和太子勾结在了一起。什么叫勾结？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啊？岳西郡主，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吗？他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则却是一个杀人狂魔、心狠歹毒的疯子。口出狂言！你知道吗？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太子府下，居然还藏着一个暗牢。你真应该亲自去里面看一看，到底有什么。看来你不知道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里面都是太子藏匿的私囚，里面的犯人每天都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尽百般折磨。你瞧瞧，我的琵琶骨都被他们给刺穿了，还有我的手指被他们一根一根的折断，又一根一根的接上。他们还用那薄如纸片般的刀，在我身上一刀又一刀的划着，还在伤口上面撒上盐。岳西郡主，你见过人皮吗？是真的人皮哦。就在昨天，你的太子殿下
亲手将一个犯人活生生的剥下了皮，一大手血淋淋的，还透着光。够了！也许还有更精彩的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主子，送岳西郡主回府。是。傻站着干什么呢？主子明明可以审完后再告诉郡主的，为什么要放那个细作出来，还要让那个细作告诉他这些？主子是故意的，为什么？他是想试探郡主。只可惜都输了。但是我也是真心喜悦你。何洛彻能如此直白地向他表达爱意，能用尽全力去争取，可我只能戴着面具，努力维持着世人眼中正常人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捂住那些阴暗，终于还是被厌弃了。好俊俏的王君啊！哈，陪本公公玩一玩吧。你还敢挣扎？放手！放手！怎么，这主子不吃，你也不吃了？你怎么来了？
我再不来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得把自己饿死。主子故意让那个细作说出来，是想让郡主看见他真实的样子。也许他在赌，赌郡主一直都明白，赌他不会介意，但好像又赌输了。可是他从来都不是这副谦谦君子、温润如玉的样子。他之所以成为这样，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人的眼光而已。他曾被人凌虐，也凌虐过他人。他被人刺杀，也同样杀过人。后悔了吗？后悔选择太子府，跟着萧星恒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既是自己选定的路，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前世今生加一起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死在面前，而且是以这种身首异处、惨烈血腥的方式。虽然这次萧星恒杀人的时候也是为了救我，但也不至于站在我面前把人弄成那样吧。小姐，刚刚怀流过来说太子殿下今日事忙，让您不必过去了。这还是萧星恒第一次失约？不是吧？大佬不会是因为我上次直接跑路就跟我生气了吧？这也太小气了。算了，下次见面哄哄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。噔噔，这个可是鹤楼公子送过来的。什么呀？特邀郡主再续，同游京城，聊此缘。愉快的周末又没了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是在这条街上，那时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是当时我就觉得。这个女子眼光不错，一眼就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你当时看起来可怜兮兮的，很难不让人相信你啊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心悦你了。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你的身份，那你呢？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见你，放开，放开！我没有。我当时就觉得。这么俊俏的狼崽子就应该在草原上奔驰，被困在这京城中还要被人冤枉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可不是什么狼崽子，我们北穷的儿郎，个个都是孤傲的狼。卖蚂蚱嘞，卖蚂蚱。哎，小姐，来个蚂蚱吧。我买个这个。哎，好。给。哎，郡主真客气，居然给我买礼物。
想不到郡主童心未泯，还喜欢这种小玩意儿。郡主，说无缘，这怕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是啊，大理和北穹相隔千里。其实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若你不是月溪郡主，不是宁王独女，若你们陛下让你联姻，你会选择嫁给我吗？会跟我回北穹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爱罢了。我不过是你年少时路过的一处风景，你可能现在会因为无法停留而感到伤心难过，但当你遇到对的那个人，你就会觉得还好自己当初没有停留，不然怎么看到今后更美的景色呢？这一切啊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不会了，像你这样惊艳我人生的人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得君青睐，是我之幸。我以茶代酒，祝君往后鹏程万里，康健无忧。回去再拆，今日一别，千万珍重。虽然细作的事儿已经从萧晴和那里听到了，但后楼彻这份人情还真是欠下了。小姐，怀留在王府后门等您多时了。昨天不是说有事儿不用去太子府了吗？今天怎么又来接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怀留侍卫只说是太子殿下吩咐的。哦，还顺带提了一嘴，太子殿下情况不太好。什么叫情况不太好？你怎么了？你来了。你熬了几天没睡啊？你跟何洛彻单独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派人跟踪我？你找人跟着我干嘛？总不能是你吃醋了吧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回北穹。你要跟他私奔？你答应他了？
待在我身边，不好吗？不能一直陪着我吗？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他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发病的样子，虽然但是这副病娇的样子着实有点带感。好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不能再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是萧星恒啊，他狠戾无情是真的，对我百般纵容也是真的，他从不欺骗我什么，亏我以前只把他当纸片人，看来我得好好想一想了。行了，昨晚的话还算数吗？啊？你不怕我了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上次在地牢的时候，你推开我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你害怕我吗？拜托，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，我还会被你吓到？那你为什么推开我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就走了？大佬，你搞清楚啊，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什么血腥的女子，任何一个女子看到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，都会是这个反应的好吧？大佬，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恶心的我整整3天没有吃肉。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下次你要再在我面前动手，能不能尽量伤口少一点，血也少一点，稍微照顾一下没见过世面的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你是真将暗牢里面那个囚犯剥皮了吗？那个人本来是我手下，后来做任务的时候，知道了他竟然奸淫了不少少女，于是我亲手打断了他的双腿，断了他的双臂。原来如此，虽然残酷，但那个人罪有应得。你都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那我也要问问你。你真的喜欢贺楼车吗？就见了几面而已，谈不上喜欢吧。不过贺楼彻这个人倒是挺好的。难道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所以你才没有跟他去北琼？我要说是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放着好好的郡主不当，去北琼受气做什么？他们那边虽然有大草原能骑马，但哪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啊？好大的醋味儿，是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呀？那，专门买来哄你的，别生气了。先是唐人，后是蚂蚱。
还真把我当小孩哄了。谢谢，我上去了。贺罗彻也有吗？这怎么还攀比上了？没有，就你有。我也躺下睡觉。对了，你喜欢骑马吗？你会骑马吗？会骑，但是不精。问这干什么？真可惜，还想着过2天在狩猎会上，我还可以教你骑马。你初学骑马的样子一定很可爱。等等，皇家狩猎，除了描写男女主你侬我侬以外，好像还提到了太子于此。还有就是狩猎会不久之后，太子就因病忽逝。怎么办呀？这种玛丽苏小说，作者的专注点肯定也是男女主在狩猎时的情情爱爱。这太子遇刺的事太过潦草了。你怎么说来着？这丫头最近怎么神神叨叨的？狩猎之后就是太子下线，接着就是原男主上位的水剧情。我总不能跟他说，喂，你马上就要死翘翘了，你可长点心吧。谁死翘翘？你给我说清楚。那个萧星恒约我参加狩猎比赛，我不会，我感觉要给我们宁王府丢人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骨子里流的可是本王的血，上场狩猎那可是信手拈来。这你怕什么呀？可别怂，快去吧。快去吧。我去了。小姐，别的公子小姐都出去了，你也出去遛遛马，熟悉一下环境吧。行吧。对了，一会儿狩猎开始的时候，我会同太子殿下一起进去。若我1个时辰内没回来，不论什么原因，你就以收到我求救信号为由，让父王尽命临寻我。小姐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也不一定，只是多一手准备罢了。记住，一定要让我父王多带些人手。我记住了，小姐小心。参见郡主。玉儿今日真漂亮。谢谢殿下。岳西郡主这一出场，不知道多少儿郎要被勾了魂去。先前对我三皇兄痴心不改，现如今要用这一套勾引其他男人对他刮目相看，真是个草包。之前一直说心悦于我，转眼却态度大变，如今还如此招摇过市、招蜂引蝶，不知廉耻。他把我当什么？
楚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你才是疯了。你可知鞭打皇室是什么罪？那你可知射杀当朝郡主是什么罪？郡主此言差矣，三殿下只是一时失手，无意冒犯郡主。何况郡主也毫发无伤，但郡主鞭打三殿下，却是故意为之。我来的方向可不是秘密。三殿下要是这样都能失手射中我，那他的骑术本事怕是白学。既然三殿下是失手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是失手抽中了三殿下呢？你可是毫发无伤，我却被你伤了手臂。你当真以为父皇不会追究？什么？我受伤的头发就不是伤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这小白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没看到四公主都学乖了，她还在那儿做作。这是我跟三殿下的恩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啊，这林玉大小姐姐还没进门，就一副三皇子内人的模样，要跟月溪郡主争辩。就算要讨个说法，要三皇子来吧。论身份，林玉大小姐姐确实还不够格。宁楚曦，欺人太甚！三殿下要是觉得我欺人太甚，不妨我喊上我的父王，我们一起去陛下面前好好说道一番。唉，常言道，小子争不过就去找老的解决问题。三皇帝，参见殿下。三皇帝这是怎么了？三皇帝怎么还受伤了？还不找一个太医去包扎一下？我看郡主这模样，恐怕是与三皇帝有什么误会。别以为我没看到你站在旁边吃了半天瓜了，是有点误会。三殿下失手伤了我，我也失手伤了三殿下。既然说的是失手，那大家都别放在心上。三皇帝，赶紧去找个太医瞧瞧吧。你这伤势拖久了，怕是要愈合了。本宫与郡主顺路，送郡主回营。哼。哎，三殿下伤势如何呀？伤口要愈合了吗？你这一鞭子可是抽的解气。要不是怕理亏，我恨不得再抽上几鞭。总会有机会的。啊，那个金冠可贵了，忘了叫他赔。我赔给你。我以为你会怪我冲动行事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直接打回去便可。打不过的就来找我，不用管后果如何。宁王府能保护你，太子府也能为你撑腰。大佬又帅了。走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！有话直说。陛下，三皇子和月溪郡主打起来了。三皇子射了月溪郡主一箭，但是没射中。然后月溪郡主给了三皇子一鞭，然后那个太子殿下不知道怎么了。下去吧。诺。果然虎父无犬子，没想到闺女这么勇，不错不错。小女顽劣伤了三皇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爱情多虑了，原本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些小矛盾，啊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。无需多礼，坐下。
老狐狸，如何治罪？因为你闺女打了我儿子，我儿子还没打过呢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十分紧张？实不相瞒，我从今早开始就有不好的预感。就是你之前让我多做防备的预感。怎么了？看来你的预感还挺准确。虽然听你的话做了些防备，没想到对方的手笔还挺大，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让怀流先送你回去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对拦住你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你脑子有病啊！本来对方人就多，你还想分散人手把我送出去？别担心，以前出去搬救兵也是一样，留在这里不安全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，我们只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才会更安全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以后无论生死，都别想再离开我身边。拜托大佬，这么紧张的时候，你到底在笑什么呀？快点保护好郡主！是，这床上躺的可是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为太子殿下挡了一剑的救命恩人。上次还见他中毒后，娇滴滴的唤殿下美人，可见与殿下关系匪浅。幸好，伤势虽重，却只是虚惊一场。这要是出个好歹，我怕是无颜……不对，没命面对太子殿下。小姐手里攥的这是什么？可否给本官瞧瞧？这不是……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药材，
既然是郡主获得，自然是归郡主所有。但该药材需尽快制作，才能保持药性不灭。本官可否先将药材取回，待制成后再交还郡主？说，郡主左胸口的剑石已经拔出，万幸的是这剑差了3分，没有命中要害，加上郡主身体一向康健，因此并未酿成大祸。那小女其他是否无恙啊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啊？郡主今晚有可能会发热，但只要明天一早温度能降下来，也就没什么大碍。后续只要注意调养，不会留下后遗症的。太子殿下，请回吧，让太医也给你瞧瞧伤势。今日多谢王爷大救，本宫这先回去了，明日再来探望郡主。臣发现射中郡主的那支箭矢上虽然无毒，但却涂了一种复合的药汁。药汁？对，这种药汁是用各种草药研磨而成，对常人无害，但却会引发梦里醉的毒性。对手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即使刺杀失败，只要殿下被这涂了药的箭伤到分毫，也会因梦里醉的毒性发作而死于非命。殿下，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那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。臣再三确认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炎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拔除您身上梦里醉毒性所需要的最后一味药引。只是这最后一丝余毒最为顽固，贫道虽有法一试，但却少了一味草药。究竟是什么奇珍异宝？竟让大师都未曾寻到。隐炎花不仅稀有，还极难寻觅。这种草药虽然对生长环境不苛刻，但实在长得太过普通。不开花时与路边野草无异，开花后虽能辨认，但又和野花太过相像。最重要的是，隐炎花花期不定，只有在开花时采摘，才能保持药性。知道了，我会派人留意。至于找不找得到，按大师的话说，还得看天意。命定之人吗？主子，陛下召见。聂王，朕很好奇啊，太子遇刺一事，众人皆不知。宁王是从何而知啊？还带了那么多护卫前去救人，莫非这是巧合？哎呀，不瞒陛下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。微臣收到了希尔宁王府独有的信号，以为希尔有难，才带人去救希尔，没想到一并救下了太子殿下呀。哦，君主为了救太子舍身挡剑，这般情谊，朕和太子都会铭记于心。哎呀，陛下言重了，太子殿下乃是我国的储君，关乎着我们国家的根本呐。希尔只是做了每一个大理子民应该做的事情罢了。君主和宁王府都立了大功，但是爱卿已经是封无可封啊，朕都不知道该如何赏赐你了。臣呢就不要什么赏赐了，但是臣呢想替希尔讨一个恩典。若是等希尔醒来，他要有什么心愿，再向陛下讨这个恩典了。朕允了。天子一诺，可比什么爵位实用多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
谢父皇。太子伤势如何？可严重吗？谢父皇关心，多亏了宁王相助，儿臣无甚大碍。这次幸得宁王的机敏，这才救了太子，其功甚大呀！哎呀，陛下言重了。太子遇刺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对凶手可有线索呀？陈捕的那些黑衣人呐，全都服毒自尽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。可是，爱卿但说无妨。可是从为首的黑衣人身上搜到了这个。这是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给老三看看。这是有人要112秒啊！父皇，这令牌的确是儿臣府上的没错，可是儿臣向来敬重皇兄，绝不会做此等行刺之事。定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儿臣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相信三皇帝是被人冤枉的。这凶手不仅想行刺儿臣，还想让儿臣与三皇帝兄弟相残，扰乱我朝朝纲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这群行刺的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辨别身份的信息，被俘后更是全部服毒自尽，身上却独留这块令牌，的确蹊跷，望陛下明察。太子遇刺一案，交由大理寺与御史台联合侦办，务必捉拿凶手，以正视听。多谢父皇。都下去吧，太子留下。儿臣告退。微臣告退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老实跟朕讲，这事儿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？父皇不信儿臣。岳西郡主现在还昏迷不醒，若不是他舍命相救，想必现在躺在那里的便是儿臣。儿臣的确妒忌过三皇帝得宠，但也犯不着拿性命去诬陷他，还连累了岳西郡主。是不是儿臣就应该生死异乡，不该回来，徒惹这许多是非？你胡说！朕只是随口一问，哪有不信任你的？遇刺一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父皇，儿臣相信父皇，但是儿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讲。岳西郡主对儿臣有救命之恩，如今还尚未脱险。若是她有任何的损伤，儿臣想求取岳西郡主以报恩情，还请父皇恩准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是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我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。初见他时，我只觉得他的气息能让我安定。四海八荒，穿越了
的一颦一笑，更让我感到愉悦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与他相处时，我方才觉得如同寻常人一般，十分自在。无论前部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。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滑落之前再爱一遍，像化作风痕。我这一生若再被放弃，被父皇放弃，被母后放弃，被郑国公府放弃，我早就习惯了在关键时刻作为一个牺牲品被人放弃。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部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。原来我也可以是不被放弃，是可以被人坚定选择的。喵的，早知道中箭这么痛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冲上前去的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！哎，温度也降下来了。我没事。太子疼，奴婢啊，现在就去告诉王爷。啊，小美。郡主体温已经正常，伤口也没有发炎，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今后只要好好养伤，待伤口痊愈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小兔崽子，你出息了是吧？都会给人挡箭了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老头子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还敢有下次？你就那么喜欢萧星恒那小子？喜欢他连命都不要了？我喜欢萧仙王有这么明显吗？都替人挡箭了，人还没有搞到手。干什么？我们宁王府的郡主可不比那小家碧玉，学什么暗恋呢、奉献呢？你喜欢了就上，搞到手再说嘛。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吧？不是，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太子，当朝太子搞到手，听起来怎么这么惊悚呢？太子怎么了？你还配不上一个太子了？就是，就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。不行，好好养伤，这事儿交给为父替你操心。啊？搞定太子容易，搞定陛下可不简单呐。这事儿啊，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哎，老头子，哎，小美，太子那边什么情况？你那次之后，陛下召集了大臣们，结果发现
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些刺客虽已都服毒自尽，不过王爷还是从一名刺客身上搜到了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看来这次刺杀里面的水浑得很呢。对了，太子殿下昨夜可是绕过守卫，来小姐这里整整守了一夜，这剑没白当。美梦。你怎么进来了？翻墙进来的。啊？宁王府的护卫都是摆设吗？大白天的有人翻墙进来都不知道。小美呢？那丫头又被你收买了。你这婢女还挺机灵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一个两个都不走寻常路。怎么了？毕竟是第一次坠入爱河嘛，人家着实没有什么经验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多谢月溪郡主救命之恩，小生无以为报。唯有，其实我没有帮你挡这一剑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事的。这救命之恩倒是严重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。如今你也知道，我并非身患宿疾，而是中毒了吧？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引言花。哇，这是神之手吧？不过幕后之人如何知晓你中毒之事啊？这不摆明了你那边出了内鬼吗？那你觉得这一次刺杀我的是萧旭吗？我觉得不像。怎么说？令牌遗留在现场实在太刻意了。要是萧旭做的，那也太蠢了。萧旭虽然自负，但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。我反倒觉得是幕后之人有意为之，明知事有蹊跷，但将萧旭推到众人面前，然后让陛下和朝臣都怀疑他，幕后之人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讲真，要不是知道这场刺杀是真的，我都怀疑是你做的。你猜对了。那这一剑，刺杀是真的，令牌却是我放的。都被你气岔气了，疼死了。扯到伤口了，看看。我没事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好。不过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怀留在解决案中的弓箭手时
放在一个为首的弓箭手身上。萧旭现在被直接怀疑成幕后凶手，令牌遗落在现场，其他人也难免会怀疑是否有人在栽赃嫁祸。是你将令牌留下来的。你为何总是不信我？本宫只是不相信任何人罢了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刺杀还真有可能是萧旭干的了。你收的这一剑，必须让幕后之人付出代价。这话说的，跟个终极大反派似的。不过这世纪大乱斗的时候，反派们也都顾不上我了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心情好像挺不错？知道幕后凶手当然高兴了。不过你是有多招人恨啊？那两人居然不约而同的都想取你性命。所以要多谢月溪郡主，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恐怕我已经命断魂销于此了。好说好说。萧星恒，他这么关注我，其实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的吧。抬头望萤火飘，心会交加，垂手看他轻笑，模样正巧，胡青草在耳边几句悄悄，纷乱了心跳。别说此间相思正好，把你我萦绕，烟火绽开，映入瞳眸，温柔眼角眉梢。谁说年少余生共度，相约白头到老，这无边风月，不敌你一笑。愿说此间相思正好，无求也醉倒。水中鸳鸯双双对对，唱曲缱绻的谣。谁赠红豆，漫漫人间，相约暮暮朝朝。而我绯红了，生儿风雨不懂笑。夕阳落，天上弯，月色相照。风儿吹，花香好，柳枝轻摇。